第131章斗皇级别的战斗。天空之上，巨大的青色龙卷风暴在神秘女人的挥手之间，携带着狂暴的风啸之音，疯狂地对着紫金翼狮王席卷而去。风暴所过之处，下方的森林尽数被扯成了一道黄土之地，不少魔兽争先恐后地从中窜逃而出。借助着药老的保护，萧炎幸运地没被狂风给刮走，双手紧紧地抓住树干，望着周围那被破坏的一片狼藉的森林，不由得咽了一口唾沫。哼！看着那席卷而来的风暴，紫金翼狮王巨嘴中发出一声轰鸣般的哼声，双翼一震，身体之上那足足2-3丈巨大的冲天紫色火柱也是离体而出，然后对着风暴撞击而去。两尊庞然大物在空中闪电对撞，在相撞的那一刹，空间几乎为之一静。轰！一声雷鸣凭空在晴朗的天空上炸响，风暴与火柱凶猛对撞，彼此疯狂地释放着恐怖的能量，在两者交接之处，空间似乎都在微微荡漾着。砰！风暴与火柱在互相僵持了几分钟之后，也终于是因为能量的告捷，在一道响彻山脉的闷响声中凭空湮灭。在风暴与火柱消散之时，静立天空的神秘女人终于是有所动作，只见其背后轻易一震，身体便是犹如化为一抹闪电，瞬间穿越了能量动荡的地带，然后出现在了紫金翼狮王身后，手中奇异长剑急刺而出，剑尖之上竟然形成了一圈高速旋转的锋刃，犹如一个外表长满刀刃的青色圆球一般。叮叮，长剑携带着锋刃劈砍在紫金翼狮王的身体表面上，半空中响起了一连片的清脆声响。然而长剑的闪电击刺却仅仅是在那层紫晶体上留下道白痕，而且白痕只是存在了片刻时间，便是完全消散。毫不在意对方的这般普通攻击，紫金翼狮王巨头一摆，头顶上的红色螺旋尖角便是急射出一道半米粗壮的巨大紫色火焰。炽热的紫色火焰让的神秘女人黛眉微蹙，素手在身前结成一个怪异的手印，风推式。随着那声清脆的轻声落下，一卷狂暴的青色风卷在其身前涌现而出，旋即呼啸而出，将那巨大的紫色火焰抵挡而下。见到紫火攻击无效，紫金翼狮王兽瞳中紫光骤然大盛，巨大的掌爪猛地带起一股艳丽的紫芒，对着神秘女人怒砸而下。掌爪所过之处，竟然撕破了空气的阻碍，一缕尖锐的声波在天空之上刺耳的尖鸣而响。望着紫金翼狮王的肉体攻势，神秘女人脸颊上微微凝重，背后轻易轻震，一道足有2-3米的巨大青色风盾在其面前突兀的凝现。咔！巨掌轰击在青色风盾之上，紫光大盛间，清脆的咔嚓声响顿时将风盾砸成了满天碎片，随风消散。紫金翼狮王的肉体攻击竟然强横如丝，击破对方的防御。紫金翼狮王巨嘴中响起低沉的咆哮，巨大的身体微微扭动，狂暴的有些骇人的攻击速度简直与那庞大的体型丝毫不符。面对着紫金翼狮王紧追不舍的攻击，神秘女人也只得采取闪避，毕竟与肉体堪称变态的前者近身碰撞可不是什么聪明的举动。天空之上，紫金翼狮王身体不断闪移，而那神秘女人则是不断的退却着，虽然看似微落下风，可却并未受到实质的伤害。抬头望着天空上那声光效果极其华丽的战斗，以及那不断波荡的空间，萧炎暗暗咂舌，仅仅是他们那种战斗的余波，恐怕便能轻易地将一名斗师甚至大斗师毁灭吧。紫金翼狮王的防御与肉体极为强横，那女人则是懂得多种风属性的玄奥斗技，而且两人都是斗皇强者，彼此实力差距并不太远，这般打下去，如果不使用真正的底牌，基本难以分出胜负。药老随意的道：应该不会吧，紫金翼狮王属性为火，炎日之下对他的战斗力会有所增幅，而到了夜里则会弱上少许，所以在太阳落山之前，他或许会快速的结束战斗。抬起头望着天空上的追逐，萧炎轻声道：嘿，小家伙观察的挺仔细啊，这点时间竟然便知道了那紫金翼狮王依靠了炎日的助力。听得萧炎的分析，药老不由得有些诧异的笑道：我看他身体表面上的紫晶，倒像是在吸收炎日的能量，
她体内的紫色火焰应该便是这东西所催化出来的。萧炎眨了眨眼睛，忽然道：老师，紫金翼狮王体内的那种紫色火焰能不能被炼药师给炼化成火种储存在体内？你还真是敢想。被萧炎这天马行空的想法说得愣了一愣，药老摇头解释道：这种火焰很难被炼药师所炼化，他们生于魔兽体内，比起异火来更是要难以驯服，而且这种火焰也根本比不上异火，仅仅是比斗气火焰强上一些而已，所以也没有谁会花这么大的力气来驯服它。微微点了点头，萧炎再次保持着沉默，抬头望着天空上那平日里难得一见的高级别战斗。由于天空之上的一人一兽所造成的战斗动静太大，许多魔兽被惊扰地从沉睡中苏醒了过来，于是乎原本有些空荡的山峦顿时响起了各种各样的奇异兽吼之声。能够有资格生存在魔兽山脉内部的魔兽，基本级别都在3阶之上，此时的魔兽已是初具灵智，与外面那些只知凭本能行动的魔兽截然不同。魔兽世界之中，等级制度极为的森严，就如同现在出现的这些魔兽，级别低的非常自觉地夹着尾巴缩到了战圈的最外围，能够有资格停留在近距离观看战斗的魔兽只有寥寥数头而已。萧炎曾偷偷数过，有3头体型庞大的魔兽，傲视群兽般的矗立在3处山顶之上，目光紧紧地注视着高空上的战斗。关于3头魔兽的等级，药老也与他说过，这是3头堪比人类斗王强者的5阶凶兽。望着这些在外界只是传闻的著名凶兽，萧炎心中忍不住地发出一声呻吟。这里的山脉仅仅只是属于偌大的魔兽山脉东部位置，可却已经出现了1头6阶魔兽、3头5阶魔兽以及其他级别的魔兽若干，这种堪称恐怖的阵容几乎能够轻易地毁灭掉一个军团。然而虽然魔兽出现的众多，可却并未有1头有上前帮助紫金翼狮王的举动，因为他们非常清楚，作为东部山脉的王者，谁选择帮忙便是对这头王者尊严的侮辱。天空上的战斗从晌午一直持续到夕阳斜落，望着那已经落下地平线小半个的巨大太阳，一直不知疲倦追击着神秘女人的紫金翼狮王却是突兀地停止了下来，血红中泛着紫光的兽瞳带着森然与不耐，死死地盯着空中高贵的女人。人类女人，你磨去了我为数不多的耐心。紫金翼狮王的低声咆哮震慑着山林，只要狮王可将紫灵石交换于我，日后绝不再来烦扰。被紧紧追杀了1下午时间，神秘女人依然显得那般雍容与高贵，一卷青色狂风在身边若隐若现，微声道：不知好歹，那便别怪我了。隐隐携带着怒声的狮吟从巨嘴中吼出，紫金翼狮王身体之上紫光越来越盛，到的片刻之后，强烈的光芒竟然隐隐有压过天边夕阳的势头。要来真的了，瞧得紫金翼狮王身上的威势，萧炎心头略微有些发喜，低声道：望着天空上紫金翼狮王身体上的强烈紫光，下方围观的魔兽忽然有些惊恐的急速倒退，就连那3头体型庞大的5阶魔兽也不例外。紫金翼狮王身体上的异状同样是被神秘女人所察觉，感受着周围天地间忽然怪异涌动的能量，他脸颊也是逐渐凝重，周围几丈之内狂风开始了呼啸，紫色光华笼罩了这片天地。经过半晌的酝酿之后，光芒猛然紧缩，只是眨眼时间，漫天紫华便是压缩成了一道仅有半尺左右的深紫色光柱，竟然是封印。感受到那道深紫色光柱中的能量，药老不由得低声诧异道：封印？听着这称呼，萧炎赶忙追问。一些奇异的高阶魔兽天生懂得一些封印技能，没想到这紫金翼狮王居然也懂得，那女人要吃大亏了。药老的解释刚落，天空上的那道深紫光柱便是闪电般的闪掠而出，光柱的速度极为恐怖，几乎是犹如闪烁一般，仅仅2个跳跃便是出现在了神秘女人身前不远处。紫金封印！紫光闪烁之时，紫金翼狮王的低沉咆哮也是在山脉之中不断回荡。在深紫光柱出现的刹那，神秘女人脸颊便是微微一变，手中所酝酿的强横斗技也是在斗气运转之间施展而出。烈风玄武！随着神秘女人轻喝的落下，
其身前空间微微波动，无数道足足10几丈巨大的深青锋刃凭空闪现，然后互相纠结，犹如布满刀刃的圆柱一般，呈螺旋状高速旋转着爆冲而出。轰隆！紫色光柱与风卷刀刃所过之处，空间微微扭曲，瞬息之间，以一种陨石相撞的恐怖声势，重重地撞在了一起。紫色光柱与风卷刀刃略一交锋，风卷便是明显落入下风，仅仅是片刻时间，风卷轰然爆裂，而紫色光柱却只是略微暗淡。摧毁风卷刀刃之后，紫色光柱以一种摧枯拉朽的姿态，一连击穿了神秘女人身前所布置的几十重风盾，最后射进了她身体之内。紫色光柱刚刚得手，紫金翼狮王庞大的身体便是闪现在了神秘女人身前，巨大的掌爪之上，5根锋利的紫色尖刺弹射而出，凶狠地对着后者胸部划去。风之极，陨杀。就在巨掌即将撕破神秘女人身体之时，其手中的奇异长剑猛然一颤，一道细小的几乎只有拇指大小的深邃光线瞬间爆射而出。光线刚刚出现，空间竟然都颤抖了几下。咔！光线对着紫金翼狮王的脑袋奔去，不过却被敏锐的他微微下垂了头颅，于是光线正巧击射在了其头顶上的红色尖角之上，顿时前者全身上下最坚硬的部位竟然便是被生生的切割了一半。尖角的断裂给紫金翼狮王造成了剧烈的疼痛，一声狂暴的狮吟，其掌爪夹杂着凶悍无匹的劲气，重重地劈在了神秘女人胸脯之上。随着一阵有些刺耳的金属嘎吱声响，遭受重击的神秘女人吐出了一小口鲜血，脸颊略微有些苍白，身形猛然后转，轻易一震，身体忽然诡异的接连闪烁，瞬间消失在了天际之边。望着那受了伤还能施展出如此恐怖的速度，因为脚尖断裂而实力受损的紫金翼狮王仰头发出一声充斥着杀意的狂暴吼声。在这蕴含着狂暴能量的咆哮吼音之下，下方的山脉犹如地震一般不断地震动着，一些高耸的山峰竟然是被生生地震断了山尖。给我搜，一定要把那人类女人给我搜出来！巨大的头颅望向下方山脉，紫金翼狮王瞪着血红巨瞳，蕴含着杀意的狰狞咆哮，让得满山魔兽急忙疯狂地窜动了起来。